皇帝被骗就痛哭流涕，真是太丢脸了。灵宝，仙君，糟了糊了。哼，灵宝，你又看画本炼糊我的灵丹，你真是长能耐了。仙君，我就看了一会儿，是灵草太不耐煮了，冤枉啊！住口！犯错还不知悔改。既然你成日沉迷画本不务正业，那本仙君就让你下凡历个劫，好好体验一下凡间疾苦。仙君，灵宝错了，不要啊！冷宫弃妃谢惊鸿，命里是大妖国皇后，可如今她与那凡间皇帝之间有误会，导致凤位动摇，已下凡帮弃妃扶为中宫，才能返回仙界。小心点，被人发现我们抬个死人就完了。你说同样都是陛下的孩子，三公主就受尽宠爱，可这孩子到死皇帝都不知道他是谁。谁让他是双生子？宫里向来传双生子不祥，他脸上还带着那么大块红印，贵妃娘娘自然要留那个模样周正的。姐姐们是在说我吗？才不是鬼呢，我是仙子，天界仙子。哇，这就是画本子里说的皇宫啊！这就是金銮殿啊！今日竟然这么多人，真是热闹。这哪来的小孩？这么大块红斑，谁说不是呢？这宫里守卫森严，他是如何进来的？是他，他不是死了吗？怎么跑这儿来了？站住！金銮殿岂是你这卑贱之人能踏足的？这应该就是宫女姐姐嘴里的贵妃娘娘了，居然对亲女儿是这个态度。别人都能来，灵宝自然也可以。荒唐！陛下，此女是月儿身边的丫头，素肉脸带红斑，丑陋无比。臣妾看她可怜，便一直养在宫里。谁曾想，她竟跑到此处惊扰圣驾。没错，父皇，她自小容貌有损，母妃怜她孤苦才留在身边。今日闯出这样的祸，是儿臣管教下人不严，请父皇责罚。原来是这样，贵妃和三公主还真是心善，收养这么一个丑孩子。朕看你年龄与月儿相仿，便不追究你冒失之罪了。退下吧。父皇，皇宫是我家，你让我去哪儿啊？这什么？你这宫女可不要乱说话，这是欺君，还想威胁我？不过我以后靠皇帝养活，抱好皇帝这条金大腿就行了。回父皇，灵宝才不是贵妃娘娘口中的丑陋宫女，而是您的亲生女儿，与她异母同胞的双生子。闭嘴！陛下，此女满嘴谎言，您千万不要听她的一面之词。是啊，父皇，母妃只生了我一个女儿，她在说谎。贵妃娘娘，我知道你嫌弃我脸上红斑丢人，不想认我，难道就因为此，我就连靠近亲生父亲的资格都不能有吗？我也是父皇的孩子。住口！你这小宫女居心不良，冒认皇亲，这是死罪！父皇若是不信，可以滴血认亲。贵妃娘娘说我是宫女，可血缘之亲无法改变。贵妃，你给朕解释清楚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难道真要朕当着众人的面滴血认亲不成？陛下恕罪！臣妾是听闻双生子不祥，且这丫头一脸红斑，会冲撞国运，一时糊涂，才对完皇者只生了月儿一个。糊涂！虎毒尚且不食子，
你为一句无稽之语，就将皇家血脉糟践至此，好大的胆子！陛下息怒，臣妾知错了。臣妾这就恢复他的身份，给他一处住处，好生照料。我可不敢让贵妃娘娘照料，毕竟你都快把我养死了，再跟着你我就要没命了。你女！给朕闭嘴！孩子，是皇家亏待了你，你可有名字？灵宝，慕容玲也好，来，让朕瞧瞧你。这就是画本子里的龙椅，好想坐。你在看什么？龙椅，我都没靠过父皇这么近，这个丑八怪凭什么？最好让他说错话，被父皇刺死才好。都说龙椅必须是真龙才能坐，我头一回见到，就多看了2眼。哈哈哈哈哈！你这孩子真有意思。来，抱到腿上。刚刚说你不想让贵妃养，那父皇给你介绍一下其他妃子。这位是德妃，是2公主的生母；这位是淑妃，暂时没孩子；这位是大皇子的生母谢金红。你选一个吧。虽然暗淡，可周身仍然紫气环绕，看来这就是我要帮助的那位有风命的娘娘了。你居然要选一个冷宫弃妃当娘！贵妃娘娘慎言，父皇都没说她是弃妃。这个逆女！也没说错，我的确是冷宫弃妃。为什么选我？因为娘娘很不平常啊，虽然才第一次见面，可灵宝一见娘娘就喜欢的不得了。金红，他都这样说了，要不你就收养他？随便你，想跟着就跟着吧。不过我丑话说在前面，你跟着我可没什么好日子过。我不怕，只要能跟着母妃，灵宝就很开心啦。有点意思，嘴倒是甜。那朕封你为永乐公主，以后归金皇抚养，冠以国姓，即日起享亲王同级仪仗。陛下圣明，恭喜永乐公主荣封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这么瘦弱，看来得好好养养。丑八怪，之前本公主还真以为你是安分的，没想到你故意假死捅到父皇面前告状。本公主怎么有你这种妹妹？真是白眼狼！你可不要乱攀亲戚，我现在可是母妃的人。再敢胡说，信不信灵宝揍你？不必跟他废话，选了个最不受宠的人当亲娘，还上赶着巴结，真是丢人现眼。早知如此，本宫当初就不该心软，在你刚出生时就掐死你。那真可惜，你没能掐死我，还让我活到现在给父皇告了状，贵妃娘娘肠子都悔青了吧？谢金红，你竟然敢打我！我的女儿，还轮不到你来教训，少成天像疯狗一样乱咬人。住手！在金銮面前如此，成何体统？陛下，是姐姐出手打臣妾，你要为臣妾做主啊！他轻易不动手，你惹他干什么？陛下，还不走？你能打过他，还是想在这儿继续丢人现眼？母妃，父皇真聪明，还不偏私，我们快谢谢父皇。母妃，母妃，看来母妃有些忙，灵长谢谢父皇，就先跟母妃回去了。这就是我们以后住的地方了。稍后我收拾一间给你住。正儿，住手！怎么样？有没有伤到哪里？母妃，这个人是谁啊？为什么要用这么粗的铁链把他锁起来？
他是你大哥慕容征，3岁那年被人掳走，找回来后失了神智，只会伤人。原来这就是我那千古明君的大哥呀！小时候也太惨了，这个司命真是不当人。大哥，我是灵宝，你的妹妹。别靠近他，会伤了你。母娘，大哥平日服药吗？他的病无药可医，没吃过。那就怪了，大哥身上分明有股淡淡的草药味，难不成是有人故意下药？你说什么？我自小对药味最敏感了，绝对不会闻错的。谋害皇子，这可是大罪。母妃，我们去找父皇撑腰。你以为我跟你大哥为什么会在冷宫？就是因为真儿找回来伤了人，皇帝嫌弃他丢人，打了他20鞭子，把他关进了冷宫。是父皇下的令，怎么会呢？母妃何必急成这样？一个野崽子，一个弃妃，还有个丑八怪，能翻得出什么浪？可皇帝早就想让那贱人出冷宫了。那贱人自小与你父皇一起长大，感情甚稳。若不是当年我算计那野崽子伤了重臣之妻，皇帝是万万不会罚他的。可我看他们关系很不好呀，而且父皇很少去他们那儿。那是做给外人看的。你看，但凡宫宴哪次少得了他的位置？他要是哪次不来，皇帝还专门派人去请。细细想来，确实如母妃所言。那他们为何会到如今这样？7年前，谢惊鸿宠冠6宫，根本没有其他嫔妃的活路。直到陛下，太子慕容征失踪10年，如今虽寻回，却已形同野兽。昨日更咬伤3位贵臣妻子，此等行径，臣请陛下即刻将其赐死，永绝后患。陛下，史书记载，此等失心疯癫之相，乃国祸之兆。若再容此孽障垂存宫中，恐遭天谴，动荡国本。臣恳请陛下为江山社稷，赐其自尽，以安民心。臣等附议，请陛下严惩妖孽，以安民心。闭嘴！真儿是朕和惊鸿好不容易寻回来的骨肉，你们敢让朕处死他？朕看你们是不想活了！太子伤人与庶民同罪，若陛下做不到，那请陛下砍了老臣。臣附议。太子慕容真无故伤人，剥夺太子封号，打20鞭惩，幽居冷宫。陛下，谁若觉得朕罚得轻，就让自己儿子给朕的儿子陪葬。陛下，真儿会咬人，全是因为纳兰婉带人故意激怒。臣妾求你别惩罚他。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，慕容征咬了人，自然要付出代价。朕已经吩咐下去了，打20大鞭，褫夺封号，幽居冷宫。此事不必再提。你别怪朕，必须让他们以为我完全不在乎这孩子，才能保下真儿的命。后来那谢惊鸿就心死了，跟着他那野儿子一起去冷宫了。真是个傻子。竟是这样，那齐妃知道是你动的手了，她出来肯定会报复我们的。怕什么？一个母亲最大的软肋，就是她发疯的孩子。谢惊鸿这辈子都休想走出这个死局。母妃，灵宝不知道你们之间发生了什么，可是灵宝看到的父皇不是这样的。况且大哥等不起了呀。大哥身上的药味很不正常，我记得
某本医书上记载过能让人变疯的药物，但具体还是要找到那本医书，才能救大哥的命。你说的可是真的？当然，我绝不会拿大哥的事儿开玩笑的。走，我们一起去找皇帝。医书找几本给我，我有用。你怎么了？还要医书？不是我，是灵宝需要。你怎么那么多废话？找不找？找！阿福，去藏书阁把所有医书都找来。是。7年了，自他主动搬进冷宫，再未主动踏进养心殿一步，这小丫头竟然说得动了。可是你生病了。父皇不必担心，母妃没事，是灵宝对医书感兴趣，这才找父皇讨药。哦，你竟对医书感兴趣，朕可为你寻些老师。你们母子3人可愿搬到未央宫？不搬，皇帝不是嫌我们母子丢人吗？当然是您亲自下令圈禁我的孩子，现在装什么好心？谢金鹤，父皇别气，母妃是怕大哥搬出去之后会给父皇惹麻烦。母妃说父皇处理朝政已经很辛苦了。你母妃不愿意搬出去，是怕正儿上人给朕惹麻烦。是，母妃说父皇日理万机，不想要父皇再因此费神。原来如此，惊鸿虽然嘴上不说，但心里还是有朕的。既然想住冷宫，便依你们。朕稍后让人送赤金暖和紫貂披风过去，别冻着。陛下，臣妾带月儿来给陛下请安。儿臣参见父皇。起来吧。姐姐也在啊，方才在殿外仿佛听见姐姐不愿迁宫，好像还听到说是为了陛下好。姐姐可还在为当年大皇子的事与陛下致歉？迁宫的事不必再提，朕已决定让他们在冷宫暂住。臣妾今日来就是看看灵宝在冷宫住不住得惯。之前把他关在屋子里不让见人，送出去后知道装好人了。话可不能这么说，灵宝是我10月怀胎生下的女儿，就像大皇子，姐姐不也宝贝得很吗？我的孩子，用得着你在这儿多嘴？姐姐，臣妾只是心疼大皇子，天皇贵顾的命却每日被扇在冷宫。陛下，您也是大皇子的父亲，这些年来您未曾见过他一面，心中难道就不惦念吗？纳兰婉，你有几条命，还敢把主意打在我孩子身上？惊鸿，朕的确许久不见正儿，你把他带出来给朕见见。陛下，为保龙体万全，不如多传些侍卫进来。他是朕的儿子，不是猛兽，在朕的宫里见自己的儿子，何须如临大敌？陛下息怒，臣妾只是想着大皇子毕竟心性不稳，伤人也不是头一次了，臣妾是真心怕你有丝毫闪失。你还有脸说？当初若不是你带人逼得他发了疯，他怎么会动手？你们俩一唱一和，又想干什么？母妃，你别说了。你说他就算了，朕不过是要见一见自己的儿子，你何至于如此紧张？我若不紧张，他早被你一道圣旨一顿鞭子处置了，就像你当年差点做的那样。放肆！谢惊鸿，你还要抓着过去怨到几时？心虚了，被我说中了。陛下如今坐拥天下，自然觉得过去种种都是别人的错，可我儿子受的苦，桩桩件件我都记得。还是说你根本不敢让我提，不敢让你自己想起你当初做过什么？谢惊鸿，陛下，陛下息怒！姐姐，臣妾求你别气陛下了。不必为朕求他，他就是太把自己放在眼里，才敢一而再、再而三的忤逆朕。是啊，我就是太把自己当回事，才会以为。所以这次陛下想怎么罚？杖责、鞭刑，还是罢了。臣妾自己跪着去，不劳陛下再费心派人押送。母妃，后悔了吧？
跟着这样一个给脸不要脸的母妃，哪天被他连累的脑袋半截都不知道。你们冷宫的就是一群奇葩，一个爱顶撞父皇，一个野崽子，一个丑八怪，绝配。说完了吗？说完就滚。哼，你现在也就剩下嘴硬了，等着弃妃被我母妃搞死，看我怎么收拾你。就你们也想杀我母妃？做梦！你丑八怪，你说要是父皇亲眼看到你推我下台阶，会怎么惩罚你？你想干什么？我想干什么？我想……妹妹，你干什么？别推我！父皇救我！你松手！姐姐，其实灵宝也很想知道父皇会怎么惩罚你。灵宝，父皇，灵宝，灵宝，灵宝，慕容月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好端端的，他怎会失足摔下来？父皇真的不是我，是他自己滚下去的，想冤枉我。就为了冤枉你，他就故意把自己摔成这样？你们母女把朕当傻子吗？陛下息怒，我没说错，就是这个丑八怪想害我母妃。闭嘴！你年幼不知深浅，就因和妹妹拌了几句嘴，就互相推搡，不小心办了错事。母妃，陛下，是臣妾管教不严，皇上要打要鞭，臣妾绝无二话。既然如此，那就杖责20，由朕手下的人执行。至于你这个母妃，就在宫里抄写佛文为灵宝祈福吧。哼！御医开的药，说喝了头就不痛了。来，谢谢父皇，是灵宝不好，让你担心了。不是你的错，你这么小，是父皇没保护好你，让你小小年纪受尽苦楚。这会儿倒知道心疼了。慕容玉动手推他的时候，你在哪？母妃，不是父皇的错。怎么不是他的错？我早就说过，纳兰婉心术不正，他偏不信。如今教出的女儿也这般狠辣，真是一脉相承。那你要朕如何？玉儿也是朕的骨肉，难不成要朕为了此事严惩一个7岁的孩子，才算给了你公道？陛下还真是前后两副面孔。当年严惩真儿的时候，可没见你心软。如今他的女儿伤了灵宝，您这份骨肉情深，倒来得恰到好处。谢惊鸿，出去，我们该休息了。既然要住在冷宫，朕看你这里缺了不少东西，待会儿朕让人一并送来。皇帝被赶出去，不但没生气，还给了冷宫赏赐。是，去了不少好东西，就连娘娘一直想要的暖手玉如器也一并送出去了，说是给永乐公主暖脚用。本宫怎么生了这个孽障？真是天生克我。母妃，你再生气也不能毁了佛经啊！你这样岂不是还要再写一遍？你给本宫闭嘴！还不都是因为你算计不过那孽障，连累的本宫在抄佛经。冷宫有没有其他动静？并没有异常，除了最近一直在找医书看。医书？难道本宫野崽子下药的事被发现了？不行，必须得想个办法。你去给我盯着冷宫，只要谢金河那贱人出门，就立刻来通报。齐妃离开去找医书了，如今冷宫只剩下永乐公主和大王子了。好，一会儿你给那野孩子灌下让他发疯的药，再把铁链解开，我要他当着皇帝的面咬死亲妹妹。娘娘，这
这谋害皇子是要砍头的，奴婢。从你每日给大皇子下药就没退路了。这件事若是办成了，本宫重重有赏。可你若不愿意，本宫听说你娘新给你添了个弟弟，你也不想他刚出生就夭折了吧？娘娘看，娘娘看！我去向陛下呈上这几日抄的佛经，事情办成之后去养心殿请陛下。本宫等你的好消息。是。四公主，不是我的错，要怪就怪你亲娘容不下你。陛下，月儿回去后，臣妾已经训斥了他，他已经意识到错了，现在每日都问父皇何时去看他。陛下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！大皇子他发疯了！什么？奴婢今日去送饭，见屋门紧锁，里面还传来吼叫。凑近一看，是大皇子挣脱铁链，抓住了四公主，四公主生死不明啊！陛下，这可怎么办？大皇子发起疯来，六亲不认，灵宝会不会凶多吉少了？陛下，是血，是血啊！难不成大皇子咬死了永乐公主？陛下。这要是真的，我的灵宝岂不是已经被自己的亲哥哥害了？陛下，你一定要为灵宝做主啊！这孽畜犯人伦大忌，这要是真的，朕定会给你个交代。来人，把门打开！要是那孽畜真的杀了灵宝，朕不会不顾血。等皇帝打开这扇门，就会亲眼看到那野崽子咬着那小贱种。我这可是一箭双雕。慕容玲，你为娘争来后位，也不算死的冤枉。住手！他怎么还活着？怎么可能？你怎么在这儿？他不该在这儿，那他该在哪儿呀？母妃，不可能！你要是在这儿，那屋里是谁？地上这血又是谁的？这血到底是谁的？打开门不就知道了？怎么会这样？大哥放心，灵宝一定把下药的人抓起来。陛下不关奴婢的事儿，奴婢是真看见大皇子咬四公主了，门口那不是有血吗？谁告诉你那是血？那是我打翻的朱砂水，用来安神的。什么朱砂？这不可能！我倒要问你，你究竟是哪只眼睛看见正儿挣脱绳子，又是哪只眼睛看见他咬了灵宝？还是说有人让你必须看见这些？奴婢，你再不说实话，父皇一定让人砍了你脑袋！我都说，陛下跟奴婢没关系，都是。本宫念你家中贫苦，屡次施以援手，你不知感恩还咒我女儿，你胆子是越来越大。贵妃，朕还没说话，你倒是显得比朕还着急。陛下，臣妾只是看他咒灵宝太着急，才乱了分寸。灵宝毕竟是我的女儿。你若真当灵宝是你女儿，此刻该是撬开她的嘴，问出幕后主使，而不是及时的打断真相。你为何不敢让她把话说完呢？是怕她说出什么吗？你自己说，到底是谁吩咐你这么做的？是奴婢自个儿的错，是奴婢自己看花了眼，奴婢该死，奴婢死。果然与贵妃脱不了干系，这宫女是不敢再开口。好，既然你觉得自己该死，那朕成全你。来人，把这个欺君的宫女杖毙。至于你贵妃，殿前施仪罚抄女德女戒30。陛下，你看不出
来吗？今日之事分明是纳兰婉一手设计，你就这样让他走了？朕如何不知？可那宫女临死翻供，没有证据，单凭揣测，朕如何？证据？好一个证据！你究竟是没办法，还是不愿意有办法？你心里是不是还在遗憾？遗憾他那局做的不够狠，没将我的真儿和灵宝一并除去。谢金豪，朕虽是天子，可做事也是要礼法的。无凭无据，你说让朕如何做？我说了有用吗？我说了你便会舍得动他吗？在你心里，权衡利弊，永远重过公道人心。母妃，父皇，父皇，灵宝来了。您在看什么？灵宝喊你都没听到。医书，父皇是为了大哥吗？不愧是朕的女儿，这都被你看出来了。灵宝猜的果然没错。按照母妃的话，父皇是很讨厌他和大哥的。可我看来，这一切不过是表象。父皇暗中早已操控一切。父皇，灵宝这几日每日都翻医书，真让我找到个方子，虽只差一味主药材，但能缓解大哥的症状。当真？当然，父皇可愿意与灵宝一起给大哥熬汤药呀？朕是天子，术业有专攻，熬药的事还是交给御医吧。父皇，灵宝做了个梦，梦到只有父皇亲自熬药，药效才最好。再说了，你想想，要是母妃知道你给大哥熬药，可能就不生你的气了。哎呀，走嘛，父皇，冷宫里药材都准备好了，我们走嘛，走嘛。父皇，茶要放空些，中间留出空隙，火才燃得旺。朕明白了。您先试着生火，我去把药材拿进来。你去。母妃，母妃，你看，我昨日见你们吵得那么凶，还以为父皇生气了。结果今天我刚去找父皇，他在偷偷翻医书，想治好大哥。灵宝不懂你们大人之间的事，但灵宝发现父皇好像一直护着我们。上次我被吓到，也是父皇第一时间冲过来的。他其实很在乎我们的，对不对？若真在乎，你不懂，他不过是一时兴起，或是觉得亏欠。以前在宫里，父皇肯定从来没做过这些事吧？可母妃，你看父皇现在的样子，真的好认真。这个碗打得可太好了！一国皇帝竟然为了野崽而熬药，荒唐！母妃不用担心，冷宫那几位得意不了多久。是啊，太后生日圣寿节快到了，太后要回来了。皇祖母可是最喜欢我，就连父皇也要听皇祖母的。最重要的是，皇祖母本就看齐妃不顺眼。玉儿说的对，倘若冷宫的贱人在太后生辰当天得罪太后，就算是你父皇也护不了。母妃，您吃这个，您怎么看起来心神不宁的呀？明日就是太后圣寿了，我还没想好送什么礼物。太后，我还有皇奴母，怎么从未听人提起过？太后为给大燕国祈福走半年了，圣寿当天回来。这太后重规矩的很，一向不喜欢我，可能要连累你跟着遭殃了。母妃别担心，我这么可爱，皇祖母一定会喜欢我的。拜见皇上太后，恭贺太后圣寿快乐，福泽绵长。都坐下吧。皇祖母一路舟车劳顿，苏女心中实在惦念。如今看您气色如此好，孙女也放心了。当公主不必担心，太后凤体天佑，不会有事的。这孩子就是时常挂念太后娘娘，
前些日子更是在佛堂跪了一整夜，为他皇祖母祝保。臣妾怎么劝都不听。月儿这孩子孝心可嘉，但也要顾着自己的身子。为皇祖母祈福是孙女心甘情愿的，只要皇祖母安康，孙女怎样都是欢喜的。好，月儿真是皇祖母的好孙女。来，皇太后这儿来。孙女慕容玲，恭祝皇祖母万寿无疆，长乐无极。哦，姓慕容还是我孙女？这是谁家的孩子？哀家怎的从未见过？回母后，她是朕的女儿月儿一母同胞的双生子公主。之前这孩子被她母妃藏了起来，如今养在惊鸿手下。皇祖母，这些年灵宝未能侍奉左右，是灵宝之过，恳请皇祖母恕罪。原是如此，哀家知晓了，你退下吧。是。母后，这是儿臣给您准备的寿礼，打开看看。皇帝，往年寿宴都是先送礼后开席，哀家都看腻味了。今年送礼的事儿往后搁搁，哀家想换个新鲜法子过寿。这颗夜明珠是边塞国进贡的国宝，夜间的光能照亮整间屋子。今儿个哀家借花献佛，讨个好彩头，把它送给你们之中的一位。这夜明珠里是大哥最需要的药引子，有了它，大哥就能恢复正常了。既然母后割爱，那就看他们谁能讨母后欢心吧。当年母后一舞惊艳天下，风采无人能及，不然就让他们献舞看看。我儿懂我，那就让献舞，谁跳的最好，这东西就是谁的，大家都能报名。跳舞？那本宫还会的。这夜明珠成色如此好，我要试试。虽然在太后娘娘面前献舞是班门弄斧，可本宫也想要这夜明珠，我也要试试。母妃，您可是当年的京城第一才女，跳舞肯定也好看，月儿也想要。月儿想要，母妃也凑个热闹便是。淑妃笨，德妃蠢，赢他们还是很轻易的。母妃，我们也抢夜明珠。那个夜明珠，你想要？想要！它不止外观好看，还有其他用处。母妃无论如何，我们一定要拿下它。妹妹年纪不大，口气倒是不小。谁不知道你母妃出身将门，根本不会跳舞。月儿，太后娘娘既然说了，谁都可以参加，那自然人人有份。姐姐，既然灵宝如此想要，你这做母妃的何不也争一争？争？贵妃这话怕是有些为难人吧？她不会跳舞，怎么能跟我们比？就算我们有意放水，她也赢不了啊。况且今日是太后娘娘的圣寿，妹妹们此言差矣。本宫倒觉得，姐姐或许往日只是不屑此道，今日太后寿辰，若能破例一试，也让众人开开眼界，岂不两全其美？谢惊鸿，你一个莽夫哪懂跳舞？今日我必要你在众人面前将你丢尽。说的没错，太后娘娘，臣妾愿献舞一曲，也争一争。母娘罪吧！惊鸿，不然还是算了吧。你未学过跳舞，你要是想要夜明珠，等宴会结束朕送你。陛下，这怎么能一样呢？东西自然是自己赚来的才有意思。姐姐，你说是不是？是，我只要赢来的。好，姐姐果然爽快。既然如此，咱就各凭本事。好了，都少说两句。哀家等着看舞呢，快去准备吧。天若惊鸿，晚若游龙，皇帝以为如何？母妃说的是，的确美轮美奂。接下来就等你母妃献舞了。我母妃的舞可是入了皇祖母和父皇的眼。贵妃娘娘舞蹈是天下一绝，输给她我们也不丢人。本宫今日倒是手生了夜明珠，看来这夜明珠是贵妃的。姐姐们过谦了，未到最后，输赢还未知。只是献舞时间都到了，姐姐怎么还不见踪影？莫不是临阵脱逃了吧？要不然就直接将夜明珠赐给贵妃得了。德妃，谢家满门忠烈，世代簪绫。临阵脱逃这4个字，
岂可用在谢家儿女身上？若再口无遮拦，休怪朕惩罚你。陛下说的是，姐姐或许这会儿还在准备，我们再等等。都这么久了，母母怎么还不出现？皇帝，既然这谢金华迟迟不到，直接宣布结果就是：母后，今日是哀家寿宴，难不成还要哀家等他？贵妃之舞确实出众，惊鸿她既然主动放弃，那便朕竟从来不知惊鸿还会跳舞。臣妾以此舞恭贺太后娘娘圣寿，愿太后凤体康健，千岁无忧。好，哀家竟不知你还有这般本事。这舞哀家从未见过，刚柔并济，实在是妙。回太后娘娘，臣妾年少时父亲就教导臣妾，许多东西都可以不用，但不能不会。赏给他。母妃，你跳的真的是太好了，比仙子跳的还好看。本宫一向以为姐姐不会跳舞，没想到跳得这般好。之前为何没听说过？难不成自视清高，不愿给陛下跳？有时间在这挑拨离间，不如多去练练武技。不然下次还是只能落败。谢金玄，今日知如本宫迹象，咱们走着瞧。灵长，我之前从未听说夜明珠能入药，这药真能喝吗？当然可以，母妃你相信我，只要大哥喝下药，很快就会恢复的。之前我也为真儿寻药，喝了多少年都没有效果，这次罢了，试试，万一真有效。好了，灵宝，我们走吧，让大哥好好睡一觉。母妃，我们不走。这孩子还真以为真儿会醒，可惜不过是又一次失望罢了。灵宝乖，大哥需要静养，我们先出去，等他休息好了再来看他，好不好？娘，娘，真儿，真儿，你好了。大哥，你认得灵宝了？你还有之前的记忆是不是？快谢谢妹妹，多亏了妹妹帮你熬了药，你才能恢复。灵宝，谢谢你，你帮我清醒过来，以后有什么想要的，大哥都帮你弄来。真的？这可是大哥说的，可不许反悔哦。大哥可是未来天子，他的承诺一定很值钱。大哥醒来是好事，还是得感激告诉父和皇祖母才是。儿臣拜见父皇、皇祖母。儿臣多年封病，未能尽孝道，如今特向父皇、皇祖母请罪。
你懂规矩。回禀皇祖母，这些年的记忆还在，之前见别人行过大礼，心中有些印象。这些年你与你母妃久居冷宫，如今你既清醒，心中可怪皇帝？孙儿不怪，父皇先是天下人的君主，然后才是真儿的父亲，社稷之重远大于父子私情。当年孙儿形同野兽，父皇将孙儿与母妃安置于此，也是一种保全。好，你倒是领得清的。谢妃自己向来是公归如无物，没想到竟然教导出你这么进退得意的好。母后，哀家说错了吗？那个谢惊鸿就是你惯的。先不说其他的，朕要拟旨，快！陛下，大皇子慕容征仁孝聪慧，堪为社稷之本，即日起立为皇太子。恭喜陛下，恭喜太子殿下！什么？那野种竟然好了！皇上还要册封太子？千真万确，陛下已经让人拟旨了，太后娘娘也没意见。母妃，这要是真的，那对母女岂不是要爬到我们头上了？以后我们岂不是要在那妾妃手下讨生活？我不要！慌什么？想做太子，就凭他，绝对不能让这道册封旨意发出去。可现在就连皇祖母也没意见，我们能做吗？是人就有弱点，去给本宫仔细打听，这位大皇子这2日都做了什么，见了谁？娘娘，大皇子每日必先去永寿宫给太后请安，路线和时间都很固定。每日给太后请安，真是孝心可嘉。去，给本宫仔细盯着。有没有行差踏错？你怎么了？没事，奴婢自己不小心摔的。这是些消肿止痛的膏药，此处无人，你可以自用。手上的伤，用这个暂时包一下吧。那野嫂子当真给了那宫女膏药和帕子？奴婢亲眼所见，那帕子是她亲手掏出来的，还是贴身放着的。这个蠢货，本宫还未动手，他就自己递了把刀。你去把那丫头找来，她要是愿意直接反咬那野崽子一口，就皆大欢喜；若是不愿意，就找人直接弄死，丢在御花园。本宫自会带着太后、皇上亲眼撞击。这御花园，哀家倒是许久没来了。之前也没见花开得这么好，难不成也知道皇上和太后来了？不然那边的花怎么开那么漂亮？哀家年纪大了，最喜见的就是看花开，赏心悦目。皇帝，咱们一起靠近看看。母妃，那是什么？这是怎么回事？竟然是他！陛下，他手不是没了，这分明是被人凌辱后害死的呀！查！给朕倒要看看是谁如此胆大包天，敢在宫闱之内行此禽兽之事！你这贱婢，抖什么抖？三公主赎罪，奴婢。有什么话直说。前日晌午，奴婢路过此处，看见大皇子与这宫女在此拉拉扯扯，这宫女当时便哭着抛开，衣衫也是不整的。奴婢只当是主子教训宫女，谁曾想……你胡说！她当时受了伤，我见她受伤可怜，赠了药，绝对没有半分逾矩。太后明鉴，正儿心性如何，臣妾最清楚，做不出这种事。这奴婢信口开河，请太后严查。没错，我大哥他才不会欺负人，他在说谎。
你们看，那是什么？解释，哀家要听你解释，你的贴身之物为何会出在那宫女身上？皇祖母明鉴，孙儿对天发誓，绝未做过任何禽兽不如之事。孙儿手帕之所以在那儿，只是因为那日请安回来，他手背流血，孙儿一时心软，才把手帕给他包裹伤口。这可是贴手手帕，对一个皇子来说有多重要都知道。你就因为心软就把他送出去了？你觉得有人会信吗？大皇子才13所岁，就敢与宫女拉扯不清，如今还闹出人命，这皇家颜面何存啊？贵妃，事情还没查明，不可妄言。皇帝，贵妃说的又有何错？堂堂皇子把贴手手帕送给一个身份卑微的宫女，你也觉得正常？原以为你总算清醒了，哀家还暗自欣慰，没想到你变本加厉，毫无廉耻规矩，你太让哀家失望了。太后娘娘，此事过于巧合，御花园来人不会少，众目睽睽之下，谁会选择这地方私会？没错，皇祖母，况且闹出人命，也没人处理尸体，放在这里，好像就在这儿等着我们发现。你的意思是我搞的鬼了？太后娘娘，臣妾只是想着你刚回宫，怕你烦闷，这才特意请旨陪你出来散心透气。臣妾没想到会碰到这事儿啊！不怪你。给脸不要脸，敢拒绝贵妃娘娘，贱人！贱婢，本宫要你冤枉慕容征，强迫你，你敢拒绝，是不想活了吗？既然你不愿为我所用，那本宫只能用自己的法子。去，给本宫找几个侍卫来，把这贱婢凌辱致死以后，就扔到御花园里。本宫亲自带着太后和陛下过去。这一招效果真是不错。现在这贱婢死了，这拉扯不清、闹出人命的罪也暂自背定了。父皇，皇祖母，宫女姐姐她醒了。什么？你觉得如何？怎么了？你可是有话对贵妃说。贵妃，你靠近些。不要说出来，不要说出来。是什么？别急，慢慢说，是什么？宫女姐姐，快叫御医！你是想指证他，让父皇处决他？太后娘娘，你看他情绪多激动，肯定是大皇子啊！快，先把他抬到床上，找御医。快说，那躺在床上的宫女怎么样了？身体遭受过非人折磨，好在人没什么大碍。那他可能开口说话，指认凶手。回贵妃娘娘，这宫女惊吓过度，心神俱损，暂时失语了，能否恢复，需看日后调养与造化。罢了，你下去吧。今日之事，给哀家烂到肚子里。不是真儿所为，朕了解自己的儿子。人证物证都在，你还要护到何时？皇家颜面都被丢尽。那以母后之见，此事当如何处置？大皇子言行失德，犯下大错，3日之后发往皇陵，非诏永世不得返京。孙儿冤枉，孙儿真的没做过这事，请皇祖母明察。皇祖母，宫女姐姐不久就醒了，请您再等等。灵宝，本宫知道你护兄心切，只是人证物证都在，太后也不好包庇。那宫女姐姐真的好惨，母凭我害怕。皇帝，哀家要送她去皇陵，你同意还是不同意？证据还不够吗？他的贴手手帕都在别人那，不处置他，你把皇家颜面放在何处？若是只求皇家颜面，罔顾事实就把人送走，那才是天大的笑话。放肆！皇帝，
你竟敢这样跟哀家说话！太后娘娘息怒，既然陛下不想让送走，宫女又已无法言明真相，不如就此接过。皇子涉案，就此接过，哀家可丢不起这人。谢金河，哀家倒是想问问你，这皇陵你让不让你儿子去？母后，您如此作态，谁也不会答应。臣妾答应。子不教母之过，皇儿有错，是臣妾未能教好。既然皇儿需往皇陵思过，臣妾愿同往。灵宝也要一同前往。成了，谢惊鸿，带着你的痴儿傻女去皇陵那个活死人墓里了此残生。从此再无人能碍本宫的意。等等，是你，宫女姐姐，大皇子没有欺辱奴婢，欺辱奴婢的是他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什么叫贵妃欺辱你？是他找的侍卫。一派胡言！这贱婢重伤初醒，神志不清，你千万不能信啊！让他说完。要奴婢攀咬大皇子欺辱我，被拒绝后，他就找了一个侍卫，想辱我致死。没有的事，这贱婢是胡说的。太后，你相信我。皇祖母、父皇，这其中定有误会。母妃她最是善良，怎么可能做出这事？陛下，太后，这贱婢就是个骗子，她是要骗你们。到底谁是骗子？仔细问问就知道。宫女姐姐话里一直涉及一个侍卫，只要找到这人，严刑逼供下自然能知晓真相。给本宫闭嘴！灵宝说的有错吗？传侍卫。不，陛下，他真的在骗你，他是在往本宫身上泼脏水。是不是血口喷人？侍卫来了不就知道？此事若与贵妃娘娘无关，自然会还你公道。你急什么？姐姐，母妃只是先解释清楚，衙门断案还要允许人辩驳呢，难道在这儿还不允许人说话了吗？想说话，等侍卫来了以后，没开始断案就先说话。好听点叫先入为主，难听点叫未打先招。娘娘慎言。不必理他，只要陛下和太后相信臣妾。奴才叩见陛下，万岁，万万岁！抬起头来回话。这丫头你可认识？她指证你欺辱她，可有此事？回太后，奴才从未见过她，绝无此事啊！你撒谎，就是你！不要惊慌，放肆！陛下太后在此，你竟然敢动手！宫女姐姐别激动，慢慢说，父皇定会为你讨回公道的。那日奴婢被其他宫女打伤，只能一人躲在假山后哭。是大皇子出现，给了奴婢金疮药和他的手帕包扎伤口。这些是证据。这丫头说的对，那日儿臣给皇祖母请安回来，路过御花园的时候便听到她哭，东西确实是我送她的。等大皇子走后，贵妃娘娘的宫女翠心就跑来说贵妃找奴婢。等奴婢赶到，他叫我攀咬大皇子欺辱我。奴婢虽身份卑微，却也不是忘恩负义之人，所以拒绝。你少在这胡说八道！你给哀家闭嘴！你继续说。贵妃看奴婢不错，先是威逼我，随后就让人毁我亲母。贱婢，本宫要你冤枉慕容征强迫你，你敢拒绝，是不想活了吗？给脸不要脸，敢拒绝贵妃娘娘，贱人！既然你不愿为我所用，那本宫只能用自己的法子。去，
给本宫找几个侍卫来，把这贱婢凌辱致死以后，就扔到御花园里。本宫亲自带着太后和陛下过去。奴婢就这样被拖了出去，之后他就出现了。够了，不必再说，你可还有话说？陛下，陛下冤枉啊！这根本没有的事儿，奴才根本不认识她。这女人不知被谁欺负了，要冤枉我，请陛下明察。就是你，你还不认？是你血口喷人，好啊！既然你说是我，那你就当着陛下和太后的面告诉他们，我是如何欺辱的你。是先解开你的衣服，还是先拆开你的腰带？是先绑着你的手，还是先束缚住你的脚？你有什么资格要一个女子自证？哼，娘娘你不知道，她就是个贱女人。拖下去，杖杀！谢惊鸿，太后和陛下都在这儿，谁给你的胆子敢动手？今日敢在他们面前打人，明日是不是就敢打陛下和太后？好，这巴掌抽得好，哀家也想抽他。御前狂悖，对一个女子讳言侮辱，这就该打。太后娘娘，她说这话虽不妥，可是有几分道理的。若是这宫女不说事情细节，就算我们是皇室，也没假定罪呀。没错，祖母要闺女说，不如此事作罢。不能作罢！陛下，奴婢想起来了，奴婢不从，拼命反抗，还抓伤了那个侍卫，他身上有伤。陛下，父皇，您看，陛下，这是奴才的猫抓的。能抓成这样，那你的猫还真是大。朕命令你立即说实话，不说直接杖毙。陛下饶命！陛下饶命！奴才说，奴才是贵妃娘娘让奴才这么做的呀。你闭嘴！陛下，这全是此人死前胡乱攀咬，你千万不可听信他。父皇，说到底这都是侍卫一人所做，与我母妃没有干系，与他无关。难道这世界都没有公道吗？贵妃娘娘，三公主，奴婢敢用自己性命起誓，若有半分谎言，便不得好死。你呢？你敢发誓吗？若是你吩咐，你不得好死。放肆！你竟敢要本宫起誓，谁给你的胆子？贵妃娘娘为何不敢发誓？是在怕什么吗？你一个贱婢，怎么配和我母妃相比？奴婢虽是宫女，却也懂得做人的本分与良心。奴婢已经把能说的都说完了，请太后和陛下做主。本宫还说是你与那侍卫珠胎暗情。够了，贵妃，你真当哀家老眼昏灰了吗？哀家说你今日为何要哀家去御花园？这一切竟都是你的阴谋。为了构陷真儿，你竟用如此下作残忍的手段去残害一个宫女，好狠呐！不是的，真的跟我没关系。父皇，这其中定有误会呀！说话！陛下，真是贵妃娘娘要奴才这么做的呀！陛下，奴才绝不敢有半句谎言。贵妃，真是好毒的手段！你危害了真儿，残害无辜，草菅人命，你简直该死！陛下，陛下，你相信我，我没有。太后娘娘，太后娘娘。纳兰婉，你身居高位却不仁德，反以毒计残害无辜，其心可诛。今日起废为庶人，流放3000里。宫中仆从凡参与此事者，一律杖杀。纳兰一族教女无方，革职查办。陛下，我可是为您生了3公主、4公主2个孩子啊！就算真是我的错，也不至于罚这么重啊！父皇，我求求你放过母妃吧，这就是一个宫女，难道她的清白比母妃还重要
慕容月，朕本不想罚你，可如今看来，你早已耳濡目染，是非不分。陛下，都是臣妾的错，与三公主无关啊，她什么都不知道。灵宝，你为本宫说句话呀！三公主可是你姐姐，本宫可是你亲生母亲啊！你别提自己是灵宝亲生母亲，她跟了你5年，你一直把她关起来不见天日，要不是她自己聪明，怕是早就死了。如今你又有何脸面求她为你求情？你懂什么？她是我10月怀胎生出来的，打断骨头还连着筋呢，这一点一辈子都变不了。好孩子，之前母妃对你不好，是母妃的错。快，你父皇最疼你了，快帮母妃和姐姐求求情。是啊，你快帮帮姐姐。贵妃娘娘，你的孩子早在前段时间就已经没命。放肆！你这忘恩负义的白眼狼！本宫10月怀胎生下你，你敢不认亲娘？难怪你一脸恶心的红斑，就是上天给你的报应。丑八怪，怪物，你就是个晦气东西！你敢踹我！你这贱人敢踹我！我跟你拼！够了！皇家的脸面都被你们丢尽了，把他们3人都给哀家拖出去！不要，臣妾知错了，陛下！太后娘，皇祖母，孙女知道错了。陛下饶命！陛下饶命啊！这宫女哀家要说几句，皇帝可介意？殿凭母后做主。宫女小爱接旨。奴婢接旨。你贞烈可嘉，哀家做主，赐你黄金1000两，良田100亩，准你出宫荣养。此事就此作罢。你可愿意？奴婢愿意，奴婢谢太后娘娘，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。今日之事，是我慕容征对不起姑娘，这玉佩给你。日后若是有人因此嘲笑姑娘，你可凭借此玉佩寻我，我定为你讨回公道。多谢殿下。宫女姐姐等等，此次你属于无妄之灾，本仙子已消除你不好的记忆，将你的身体恢复如初。此次出宫，你可觅良人，安稳一生。去吧。皇祖母，母后，是哀家错怪了你，哀家老眼昏花，差点送你去皇陵，你可怪哀家。皇祖母已还孙儿清白，孙儿心中绝无半点怨怼。倒是个失心眼的傻孩子，是哀家看走了眼。这宫里到底是你们年轻人的天下了，哀家老了。原以为回来能享享天伦，没想到刚回来就办了件糊涂事，差点铸成大错。这里乌烟瘴气，哀家要继续去祈福了。母后，你何必如此？太后娘娘，此事哀家已经决定了，不必再说。皇祖母，您确实识人不清，可知道真相后已经断得很好了，还没糊涂。
这孩子倒是最敢说真话。你这孩子倒是有些意思。皇祖母赎罪，灵宝不是指责你。哀家没那么矫情，听得了真话。皇帝，哀家还有最后一事嘱咐你。母后您说。你表妹苏莺莺前几日来信说想进京看看，哀家已应允了她。苏莺莺，可是她父亲当年为救您丢下性命那个。不错，如今哀家这一走，他若不来便罢，他若来了，你需好生看顾他。儿子知道。行了，都走吧。哀家想一个人静一静。母妃，灵宝还是不明白，今日皇祖母分明也是被蒙蔽，她为何执意立功？你皇祖母一生要强，今日却在皇帝面前被证明是老眼昏花，这份挫败比任何指责都难受。原来是这样。灵宝，有件事我必须告诉你。今日你父皇身边的福公公特意来告知一件事，你大哥幼时流落南州，并非被人所救，而是被深山里的狼发现并带大。狼？大哥是被狼带大的？这怎么可能？千真万确，你大哥离宫也是去寻那头狼了。临行前，他特意将这个留给你，说是能淡化红。淡斑，大哥他竟还惦记着这种事。灵宝，你记住，纳兰婉的话，一个字都不要提。在母妃心里，你一点也不丑。我这母妃和大哥都是好人，我一定要早日解开母妃与父皇的误会。如今皇祖母不在，两人和好指日可待。你就是逼走姑母的冷宫弃妃谢惊鸿？你是谁？我是皇帝的亲表妹，太后姑母救命恩人的女儿，蒙恩亲封的郡主苏莺莺。母妃，是皇祖母说要来小住的表姑。少在这乱攀亲情，我与你才没关系，叫我郡主便是。郡主寻我有事？自然有事。本郡主此番入宫，可不只是小住。太后姑母与皇帝表哥已有共识，要本郡主嫁给表哥做皇后。这不可能！怎么不可能？本郡主父亲为救太后姑母而死，表哥怜我孤苦，自然顺理成章。你说是不是？这是皇帝的事儿，他说了就算。郡主说完了？自然没有，本郡主还有话说。此妃心机深沉，难怪姑母没等本郡主来就走了，定是被她算计的。这个坏女人！郡主请说。皇帝表哥亲口说了，让本郡主把皇宫当自己家，自己找地方住，不必拘束。所以郡主的意思是，本郡主觉得你这冷宫地方清静，要住在这儿。皇帝表哥已经准了。好，你就这个反应，你没什么要说的？郡主请自便，只是冷宫简陋，比不得别处宫室周全。若是你住不惯，随时可走。好啊，果然是心机深沉。本郡主这般挑衅都能面不改色，住进来我定能抓住你的错处，让皇帝表兄早日看清你这虚伪面目，厌弃你，为姑母讨公道。本郡主现在就去面见皇帝表哥，让他亲自为我安排寝殿。你嘛，就不必跟着了。母妃，你不要信他，做皇后这话定是他乱说气你的。他若真要立后，也是应该的。莫说一个皇后，
便是把这满宫都填满了，我也不在意。母妃这话有点酸呐，看来母妃对父皇也不是全然无情的嘛。这苏茵茵的出现也不是坏事。母妃，不如我们继续去找父皇吧。前些日子借的医书我全看完了，而且灵宝已经有好几日没见父皇了，有点想他了。你自己去就行。母妃，灵宝这么小被人欺负了怎么办？走嘛走嘛。母妃，等着我为你和父皇解开误会吧。父皇，我和母妃来还医书啦。你为何往朕怀里倒？当然是故意的，不这样，怎么让谢金红那张假淡定的脸裂开？只要他敢闹，表哥定会厌弃他。表哥，茵茵长途跋涉，今日又未曾用膳，方才站得久了，这才头晕。父皇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朕不是故意的。您是天子，别说只是扶一下，便是真要充盈后宫，也天经地义。也是，朕真是蠢，他如今哪里会在乎这些？既然如此，把书放下就行了。朕还有一件事要通知你们。苏茵茵在宫里的这段时间，就住在冷宫了。表哥，那你一定要常去看我。为何？你不常去看我，我怕会被人欺负。苏茵茵，郡主殿下，既然怕我欺负你，又何必非要来冷宫住？是啊，冷宫本来就不大，我和母妃、大哥住着刚好。那又如何？本郡主就要住在那儿。既然执意要住，就不要还没开始就抱怨。那是你不知道他针对我。今日我去，他连个房间都不给我收拾。冷宫之中，一应事务本就需亲力亲为，你安生点，别惹事。哼，能让表哥这么偏袒，这谢金红果然手段了得。等着瞧，住到一个屋檐下，我看你能装到几时。知道了。如今这冷宫已经住了3日，再添上你，便是4口人，臆测用度想必多有短缺。朕等会儿让人添置冬日炭火，再分2个宫女过去。真的吗？太好了，皇帝表哥就是心疼我，知道茵茵娇气，没人伺候不习惯。朕不是因为你。怎么不是？他们在冷宫住了这么久，你都没说送些女使，怎么偏偏我来就送了？你就是心疼我。你说是不是？既然书送来了，我们也没其他事。灵宝，我们回去。母妃，完了，母妃这次是真生气了。这个表姑真是太会挑事了。母妃，你等等我。生气了吧？心痛了吧？谢金红，你装得再淡定，也不过如此。今日算是我小胜一筹，来日方长，我们慢慢玩。表哥，你看我干什么？你是故意的，故意说些误会的话，故意往朕怀里倒。怎么会呢？皇帝表哥说什么我听不懂。少在朕面前装，苏莹莹，以后给朕老实点。朕送女使不是因为你，是因为朕的皇子和公主，朕要他们学习御下之术。你听明白了吗？知道了。知道就回冷宫去，若是觉得头晕，就直接看御医。随便你怎么说，反正本郡主成功气到谢金玄了。接下来就等他对本郡主出手。
你就会知道他谢金河是什么样的人。以后再敢在朕面前晕倒，你就给朕离开皇宫，滚回自己家。朕在跟你说话。我知道了。看他这副样子，住在冷宫必生事端。你不要住冷宫了，朕另外找人再分住处给你。这不行！刚气到谢金人，按照逻辑，下一步就会对我动手，成败在此一举。此刻本郡主怎么能退出？我不搬走，我以后不闹事就是了。你最好记住我的话，滚，给朕滚回去！我回冷宫了。郡主的房间在隔壁西厢，不在这里。您为何一直待在这儿？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。这皇宫是我表哥的，本郡主爱在哪儿就在哪儿。你一个小娃娃，管得着吗？你要是来炫耀和慕容林关系，那你来错地方，没人在意。出去。好啊，本郡主就知道你是费油的刀，连表哥安排的客人都敢往外赶。这个郡主最能挑事，不能让她和母妃正面起冲突。郡主，母妃只是随口说说，你刚说饿了，我让人给你上些吃食。下人做的本宫可不吃，本郡主要吃你母妃谢金湖亲手做的。你做梦！皇帝表哥亲口说要你伺候好本郡主，你要抗旨？不是要吃饭吗？等着。这才对嘛！按照剧情发展，你等会儿端上些清粥小菜，虐待本郡主，看本郡主等会儿怎么告状。红烧排骨、八宝鸭、荷包里脊、玉带虾仁，这不对啊！不应该只有冷馒头配隔夜粥吗？母妃说了，郡主远道而来，怎么能没有好酒助兴呢？这是去年存的梅花酿，请郡主尝尝。本郡主知道了，本郡主知道了，这女人把毒下到酒里，要杀我！这杯子脏了，本郡主去洗洗。不必麻烦。好了。这杯子花纹刻我，本郡主不喜欢，本郡主要换一个。郡主，这有好多花式，你想要哪个？本郡主突然不想饮酒了，对，不爱喝。郡主不喝酒，那就用饭吧，不是饿了吗？这么多菜，你们俩不吃？去找皇帝之前，我和灵宝就吃过了，这些菜都是你一个人的。专门为我做的，哪有这么烂好心？这女人肯定是把毒下菜里了。简直就是要本郡主的命！好，你们想鱼死网破是吧？郡主成全你。郡主，你这是干什么？你们别以为给我下了毒，自己就能逃脱嫌疑。本郡主告诉你，表哥知道本郡主在冷宫。我死在这儿，你们也别想好过。下毒？难道这苏茵茵自导自演，给自己下毒害我？吃到姜了。要等一会儿才毒发身亡是吧？你还挺谨慎。好，本郡主就在这儿等。怎么回事？本郡主怎么还没毒发？难不成是见血封喉的剧毒？已经发作了，只是我没察觉。也是，这谢惊鸿这么聪明，定不会让我抓住把柄。
哎呦，肚子，我的肚子毒发了，终于毒发了！别装了，我没那么无聊给你下毒。你这女人，等本郡主死了，太后和皇帝一定会将你千刀万剐，诛你九族。看起来脸色真的不太好，我看看。滚开！你们还想害本郡主？要搞不来，我绝不会让你们碰我一下！好疼！疼，好疼！我感觉毒素已经运行到我身体里了，表哥救我！还真不是装的，脉象有点乱。母妃，他情况不对，恐怕是真有恙。我去请父皇和御医。还好本郡主聪明，识别出你给本郡主下毒，我没做。少装模作样，等表哥来了，本郡主一定要你好看。本郡主要你给我偿命！随你。毒进心脉了，我眼前发黑，表哥，你再不来就见不到莹莹了。表哥救我！怎么回事？是他，表哥，他们趁给我做饭的时候下毒害我。你少胡说！父皇是他说他饿了，硬要我母妃做吃的给他，结果他吃完就说我母妃给他下毒。你们就是下毒了，表哥，你真的要相信我，我的肚子真的好疼啊！你确实身体不舒服，但这一切是你自己的原因。少往我身上推，我就是吃了你们的准备的饭菜才变成这样的。下没下毒我最清楚，自导自演的戏我看多了，少在这装。太医，快是太医！表哥，你都看到了，他都把我害得吐血了，还说我是装的，我怎么会拿自己的身子开玩笑？事情尚未论定，一切等御医来了再说。表哥，我都这样了，你还偏心他们？这是他们真的给我下了药！郡主，你怎么站起来了？若是我没猜错的话，是不是觉得吐口血以后，胸口都舒服多了？好像确实是，不过他怎么知道？难道这是回光返照，死之前都会经历。表哥，救我！诛杀他们！郡主这2天是不是时常觉得心慌心悸？他怎么知道的？这2天都心慌心悸。苏莹莹，你为了害我，你提前2日给自己下毒。表哥，表哥，你听听他这是什么话，简直信口雌黄啊！本郡主这么高的身份，会为了害他自己给自己下毒？他以为他是谁？郡主，你确实没给自己下毒，但你也不是中毒，你是思虑过重，肝气不舒才这样的。少在这信口雌黄！只是思虑过重，怎么会吐血？分明就是你们下的毒！不必吵了，御医马上到，等会儿自然会真相大白。你最好不要骗朕。微臣参见陛下。免礼，给他看看。敢给本郡主下毒，等御医诊断出来，你们就死定了。本郡主是不是中毒了？怎么样？中的什么毒？还有没有救？郡主放心，您并非中毒。那是什么？郡主脉象弦细，此乃长期情志不畅，肝气郁结。你胡说八道！
本郡主明明腹痛难忍，怎么可能是干起什么结？你到底会不会看病？郡主近日可时常感觉心慌心动，口干口苦，食不振。这不与灵宝方才说的一般无二吗？你就直接说点人话，说点大家都能听懂的。到底是不是中毒？是不是吃了不干净的东西？郡主确实没有中毒，您觉得不舒服，是因为近日脾胃不和，肝火旺盛。简单点说，就是身体本就不舒服，又惊吓过度了。惊吓过度？郡主知道了，本郡主知道了，有人把毒下到酒里，要杀我。所以真没人给本郡主下毒，真是我自己吓自己，还吓吐血了。听明白了吗？是你自己给自己下病了。郡主，我就不明白了，饭不是你要吃的吗？你为何如此怕我们？你胡说！本郡主怎么可能如此胆小？定是你这庸医自己看的不好，就一通瞎说。哦，本郡主知道了，你们是一伙的。你这庸医被谢惊鸿收买了。苏莹莹，给朕闭嘴！下去吧，回去给他开些药，调养一下。是。苏莹莹，朕说过，要是想在冷宫住，就自己动手。你非但麻烦他们，你还闹出这么一通。表哥，这又不怪我，他们那么讨厌我，整这么多菜，谁都会多喜。灵宝找若给你端菜，你不同意，硬要我母妃做。母妃不想惹事就去做，你又说我们下毒。父皇，今日幸好你没听他的一面之词，否则这谋害郡主的罪名就落在我和母妃头上了。我可是郡主，你母妃照顾我理所应当。苏莹莹，朕早说了不要惹事，不要惹事。如今你才来就闹出这么大笑话。从现在起，你的战时不得再与他们同用。表哥，还有，若再让朕听到你搬弄是非，欺负他们，就给朕滚回你家！站住！本郡主准你们走了吗？皇帝表哥为了你们训斥我，你们心里很得意吧？这次算本郡主大意，看来你们也不是软柿子。不过听说你还有个儿子，本郡主动不了你，还动不了那个小箱子吗？咱们走着瞧。灵宝凉不凉？要不要母妃再加点温水？温度刚好。多谢母妃。母妃，今天我们揭穿了郡主，以后要小心些才好。他不好相处，以后每次吃饭的东西，我们都要用银针试试毒。可是母妃，这样下去也不是个办法，不然我们去求父皇，让他给郡主换个地方住吧。才来1天就请人走，不合礼数，至少现在还不能提。来，坐在凳子上。母妃，不然我们和大哥搬出冷宫吧，就让父皇再在宫里再给我们寻一座宫殿，我们惹不起还躲不起吗？怕是不行。你大哥明日就从南州回来了。大哥回来了。这次他找到了那只养他长大的狼，若是我们此刻搬出去，宫里人会有危险。狼野性未驯，确实会有危险。不过母妃，把那只狼带回宫里，养在哪儿啊？宫里好像并未有养狼的地方。皇帝已经同意了，说是养在冷宫。我们这
冷宫里养狼也是闻所未闻，看来我这父皇是知道怎么能让大哥和母妃开心的。如此，我怎么能不借机助攻一把？母妃，那我们明天要不要去感谢一下父皇？明日你大哥回来，没时间。去嘛去嘛，母妃，看完父皇再去看大哥，就当是为了我嘛。行行行，明日先去见他，赶紧睡。灵宝这就睡，明日还能把那盘茯苓膏带过去。谢惊鸿儿子的住处果然够破烂。这是狼？早听说表哥的二儿子是被狼养大的，看来是真的。不过他好像受了伤。谢惊鸿逼走姑母，今日本郡主来找他儿子，正好先拿你开刀。让你下本郡主，让你下本郡主！畜生，本郡主打死你！打死你！住手！不好，灵宝给父皇准备的糕点忘了拿了，我这就去取。哎，等等！朕有这么吓人吗？让你怕到连与朕同处一殿都难以忍受。皇帝想多了，我只是看到你在忙，不便打扰。是真的看到朕在忙，还是你在故意躲着朕？若不是灵宝硬拉，你今日怕是连这道门槛都不会踏进。谢惊鸿，你何时连与朕独处都不会了？陛下是九五之尊，我自然要尊敬着。尊敬着？谢惊鸿，你非要这般跟朕讲话？那你到底想听什么？朕只想知道，你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？难道就没有什么话想问朕？没有，我与陛下除了真儿和灵宝，再无其他。再无其他？你再跟朕说一遍！你怕朕？皇帝想多了，我今日来是为谢你允真儿在冷宫养狼的。若无他事，我先走。这不是你自己选的吗？既然如此，又何必在意他的恐惧？父皇，父皇，灵宝来了。我母妃呢？刚不是还在这儿吗？灵宝怎么就拿个糕点，母妃就不见了？刚跟朕放完狠话离开。这糕点你给准备的？是我和母妃一起做的，花了好久呢。父皇尝尝。甜了。父皇，您刚刚说母妃放狠话，灵宝就去拿了糕点，这一会儿你们也能吵架啊？朕才没跟他争吵，是你母妃说话太难听了，朕都懒得跟他计较。父皇不愧是天子，就是有格局。那你们吵的什么呢？你一个孩子，不要管那么多大人的事。父皇，我告诉你一件事，一个秘密，你靠过来点。何事搞得这么神秘？母妃其实一点也不讨厌你。谢金河不讨厌朕？这怎么可能？他刚刚还说与朕无话可说。哎，这话是谁跟你说的？是谢金河他自己说他不讨厌朕吗？这还用说？本仙子一眼就能看出。不过今日还是要弄清楚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。
是灵宝自己看出来的。父皇，您想啊，为何上次郡主大人倒在你怀里，母妃会直接气得离开？这是很不体面的行为。按照话本里说的，这叫心悦不能自已。朕看你这孩子是魔怔了，竟说这些不着调的话。稍后朕就为你安排通晓诗书的夫子，你给朕少看那些乱七八糟的。父皇，你还是不信我。您想啊，那日在皇祖母面前，您知道母妃为何主动离开吗？子不教母之过，皇儿有错，是臣妾未能教好。既然皇儿须往皇陵思过，臣妾愿同往。他是怕您为了他和皇母母生嫌忌，如此为你着想，怎么会对您没感情？那他为何成日对朕横眉冷对，好像朕是他的敌人？那是因为失望，母妃以为你不在乎他。这是什么话？朕给珍儿熬药，每次都站在他那边，朕怎会不在乎他？父皇，你想啊，母妃最在乎大哥。按照母妃的说法，您嫌弃大哥是个狼崽子丢人，所以把大哥赶进冷宫。胡言乱语！女儿也是这么说的。父皇怎么会讨厌大哥？所以父皇当初到底发生了何事啊？陛下，太子慕容征失踪10年，如今虽寻回，却已形同人伦。昨日更咬伤3位贵臣妻子，此等行径，臣请陛下即刻将其赐死，永绝后患。陛下，史书记载，此等失心疯癫之相，乃国祸之兆。若再容此孽障垂存宫中，恐遭天谴，动荡国本。臣恳请陛下为江山社稷计，赐其自尽，以安民心。臣等附议，请陛下严惩妖孽，以安民心。闭嘴！珍儿是朕和金红好不容易寻回来的骨肉，而敢让朕处死他，朕看你们是不想活了。太子伤人与庶民同罪，若陛下做不到，那请陛下砍了老臣。臣附议。太子慕容征无故伤人，获夺太子封号，打20鞭掌，幽居冷宫。原来是这样。倘若父皇不把大哥送进冷宫，他很有可能会被直接杖毙。怪不得您要把大哥藏起来，那您为何不告诉母妃？圣旨是朕下的，没什么好狡辩的。他就算恨朕，朕也不愿让他承受这些。没想到这才是真正的原因，不然我替您去解释。不可！朕是天子，如今说出去，似乎是朕在跟他求和，你让朕的威严何存？父皇，难道在父皇眼里，您的尊严面子比母妃和大哥还重要吗？自然是你们更重要。所以啊，我们去跟母妃坦白吧。您想啊，母妃要是知道真相，肯定会说父皇跟臣子抗争，只为保大哥周全，他却还误会你，说不定母妃还会跟你道歉呢。去冷宫找你母妃。若不是灵宝这孩子硬朗，你今日怕是不会踏进这殿。怎么？什么时候你连如何与朕独处都不会了？陛下是九五之尊，我自然要尊敬着。尊敬着？谢景侯，你非要这般跟朕讲话？想什么呢，谢金湖？你别忘了他之前做过什么，你可不能信任。你这死怪物！本郡主不过替你管教下，这敢冲我呲牙的畜生，你竟敢发疯！
你滚开！再敢上前，我还抽你！别过来！你敢碰本郡主一下试试？本郡主抽死你！住手！正儿，看着母妃，是母妃来了，你怎么了？你来的正好，快把这疯子弄走！谢金河，你看看你儿子呲牙咧嘴的，跟这畜生有什么两样？赶紧把他弄走！你敢打我！我儿子刚恢复神智，如今被你刺激的再次发疯，还被你抽鞭子，我打你这一巴掌都是轻的。是他先像疯狗一样扑过来咬我，我打你儿子这怎么了？他就是个畜生，只会发疯。你再说一句畜生试试！你少吓唬我！我可是郡主，太后是我姑母。张儿，是母妃，母妃来了，不会有人再欺负你。是你先打伤了他的狼，故意激怒他，是不是？是又怎样？冷宫本就不能养这些凶物，是你儿子先咬我，我才动手的。我劝你赶紧把这怪物弄走，本郡主今日就不与你计较。你不与我计较？没错，否则我就去告诉皇帝表哥，说他发疯伤人，把他送去守皇陵，让你们母子分离，一辈子不能见面。等皇下来主持公道，太慢了。你疯了吗？放手！这是我的！你这个贱人，你竟真敢对我动手！我的胳膊，你敢伤我，我要诛你九族！就算诛九族，我也要把你这个随便咬人的疯狗赶出去。你骂我是狗，本郡主跟你拼了！放手！你这个泼妇，本郡主要杀了你！现在跪下来，给我的真儿和那只狼磕头认错！你做梦！本郡主死也不会出声！放开我！谢金我本郡主一定要杀了你！住手！你们在做什么？表哥，你总算来了！他要杀了我，这个毒妇要逼死我！放开他！在宫中如此厮打，成何体统？你总是这样，进来什么都不看，只会指责我。苏英英哭2声就是天大的委屈，您怎么不问问您这位好表妹对真儿做了什么？父皇，大哥不对劲。真儿分明已经恢复正常，他是怎么又成这样了？表哥，不关我的事啊！我听到狼嚎便跑来，进来就见他已经发疯。那我大哥和这只狼身上的伤呢？也不是你干的？表哥鞭子是我打的，可是他们先咬我的，我都是为了自保啊！郡主，你确定他咬了你吗？拿伤口呢，给我们看看。还有，灵宝有一事不明白，这只狼一直被拴着，活动范围有限，怎么会咬到你？表哥，你看他这没规矩的样子，长辈说话哪有他说话的地方？那我请问郡主殿下，我哪句话问错了？难道你没对我大哥和这只狼动手？表哥，你别听这丫头颠倒黑白，你看谢金汉给我打的，
他趁着自己是将军嫡女就打我，简直太过分了呀，表哥！郡主，你也说了，我母妃是将军府嫡女，若是真动手，您觉得您还有命活着吗？我现在真是后悔，我就该在你第一天住在冷宫的时候就杀了你，也省得你坑害我的孩子。表哥，你听听他说这话，他竟然还想杀我！心狠手辣、恶毒自私，才是他谢惊鸿的真面目。表哥，你快把他押下大牢！够了，苏营央，今日你若不给朕解释清楚，朕就把你送进慎刑司，严加审问。慎刑司？还不快说！我说，本郡主想着来冷宫多日，未见见大皇子，就想来看看。结果来了以后，就发现屋里竟然养了只狼，怕他伤人，我就主动抽了他几鞭子。让你下本郡主，让你下本郡主，畜生！本郡主打死你！打死你！住手！他来之后不尊敬我，还质问我为什么。打一个畜生，我气不过，就当着他的面狠狠揍了那畜生。还问什么？还问那畜生是不是他娘，他就发疯了。表哥，不怪我，谁让他在冷宫养狼的，都是他的错。表哥，你，正儿养狼是经过朕同意的，你是不是也要连朕一起骂？不是表哥，我不敢骂你。正儿是朕的孩子，你敢这么说他？这个世上还有你不敢的东西！滚！给朕收拾东西，明日就滚出皇宫！灵云知错了，表哥。滚！站住！把我的真儿害成这样，你站起来就想走，哪有这么好的事？你还想怎样？给我儿子和这只养他长大的狼跪下道歉！谢惊鸿，本郡主金枝玉叶，你要我给你儿子和一个畜生下跪道歉？做梦！还不道歉？表哥，郡主是听不懂父皇的话吗？还是说你想抗旨？对不起。你说什么？听不见。你别太过分！对不起，我错了。道个歉就想结束吗？那你还想怎样，谢惊鸿？你少给脸不要脸！他发疯是他自己本身就有病，是个怪物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再说了，我父王对太后有救命之恩，你敢对我动手吗？滚出去！来人，宣御医。父皇，先让灵宝看看。也好，你快帮他诊断，看还能不能恢复，还需要什么药材，尽管说。有必要吗？什么？我是问，现在做这些还有必要吗？你总是这样，无底线，任由别人伤害我们，事后又打着为我们好的名义装模作样。你不累，我都替你累。他父亲毕竟是为了救母后而死，这难道能……你皇宫的债关我什么事？你再说一遍！你怕天下人说你皇室忘恩负义，所以你就牺牲我们，来成全你的伪善。所以朕在你眼里，朕便是这样一个虚伪自私、只图名声的懦夫。难道不是吗？父皇母妃，现在不是吵架的时候，救大哥最要紧。灵宝，那你快帮真儿摆脉看看，他可还能治？大哥，我是灵宝，没事了，
都过去了。灵宝来了。大哥只是看狼王挨打，不小心受了刺激，只要安抚他的情绪就可以恢复。大哥，你看，狼王好好的，他就在你身边，他没事。还是不行，我去拿绳子，再把他捆起来。母娘，真儿，母娘，你如今可觉得哪里不适？心口可还憋闷？儿子觉得一点事都没有，让父皇忧心了。他才没忧心，他巴不得你死了。母娘，母娘，其实父皇今日来是有话对你说的。父皇，你快说。朕对他无话可说。那还杵在这儿干什么？出去！母妃，出去就出去，从此以后，你这冷宫，朕再也不会来了。你就在这儿好好过一辈子吧。父皇，父皇。他们说，父皇急怒攻心，引了心悸之症复发，回天乏粹了。回天乏术？什么叫回天乏术？那么多御医，怎么会没办法？你再去问，让他们想办法。母娘，你冷静点。他们说父皇醒不来了，要赶紧召太后回宫。醒不过来了？怎么会醒不过来？我们刚还在吵架。虽然只是下凡帮你们和好，可灵宝早就把你当成亲父皇，您怎么年纪轻轻就要没命了？父皇，父皇，你别死！父皇，你快醒！父皇，父皇！灵宝，传小福子，立刻！父皇，你慢点说，别急。宣小福子，你旨，朕要托付江山。陛下，奴才在。众人听旨，小福子，记下朕的话，写传位诏书。奴才谨领圣谕。朕气，恐不起。皇长子慕容征人品贵重，德行兼备。朕若离世，皇位传递于慕容征。父皇，此儿谢氏，谢金母，秉性端和，今承天命，册立为中宫皇后，表率六宫，布告天下。奴才谨遵圣旨。你们都出去，在门外等候。今后你留下，朕有话说。吓着你了，别怕，话没说清，朕舍不得走。为什么？朕知道你有话要问，但先听朕说。你过来些，朕没力气了。你恨朕理所应当，恨朕送征儿入冷宫，恨朕多年冷眼，站在你的位置，桩桩件件，皆是凉薄。既然知道无可辩驳，又何必要说？朕如今不说，就说不出来了。征儿进冷宫那年，是大臣逼朕处死他。
我让民，是妖孽。朕当时根基不稳，护不住他，为让他活下去，只能把他赶进冷宫。那些年，每隔2、3夜，朕都会悄悄过去。你别说了，朕知道你们在冷宫不易，你讨厌朕，朕每次心都碎了。别说了，慕容莲，我求求你，别说了。我信，我都信了。朕这个皇帝或许勉强及格，可朕这个夫君，这个父亲当得一塌糊涂。往后，珍儿和灵宝，辛苦你了。夏元灵，父皇！陛下红了。父皇！慕容玲，你不准睡，你睁开眼！你怎么能就这么算了？你起来！母妃别这样，你让父皇好好走吧。是我错了，我不该说那些混沌话气你，我不该赶你走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。父皇，我清醒了，我认得您了。我刚想起来该怎么叫您一声父皇。朕看你年龄与月儿相仿，便不追究你冒失之罪了。退下吧。哈哈哈哈，你这孩子真有意思。来。哈哈哈哈。御医开的药，说喝了头就不痛了。来。仙君，你给我出来！你要我撮合父皇和母后，这气运之子都死了，这世界都要崩塌了，你让我怎么来？难道仙君不在？那我岂不是可以救活父皇？可这样我会遭天谴。不管了，以吾之血，贯耳之魂，逆死为生！父皇，你怎么就去世了呀？父皇！我再也不跟你吵架了，只要你醒过来，求你了，求你！你这为何没事？为何还活着？灵宝，真的掉了。是啊，胎记掉了。我们灵宝现在是个漂漂亮亮、健健康康的小姑娘了。灵宝，吃完这最后一副药就恢复了。来，没想到逆天改命一次，我不仅没死，胎气还掉了。父皇母妃，大哥，我们都没事。从今往后，我们一家人永远都好好的。